万我要退休。结果我好不容易存到快退休的前1-2年，我就快做到1000万了。对。结果这股市一跌，我剩下700万或500万。对，那好可怕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就不能退休啦。对。然后或者说，我已经准备好1000万，我就要退休了。结果一退休，明天就变成500万这样子。哦，这种更惨。对啊。前者还没退。你还可以就忍一忍，再工作几年这样子。但对，所以他们就这个叫报酬顺序风险，就是时不我与嘛，退休也会退休的不逢时，所以他们就有一个，我记得好像是德州科技大学的教授，他就提出一个这个方法，就是叫3桶金法。是啊，接下来我们谈一谈这一本哦，你最新的书有钱到老后。这本书我第一个印象就是说，哇，这个好闪亮，黄色就是 money 的颜色，对不对？黄金。对，谈一谈老师就是写这本书主要想要解决的痛点是什么？那其实因为我先前写了2本书啦，就是比较针对那个退休前的准备，然后后来我就想说我自己也进入到这个奔流的这个路上了嘛，然后好像也可以来写一本，就是比较快要退休了，然后进入退休期，这个可能前后5到10年。给这些人看的书，就很认真的开始思考退休的时候，那时候的那个契机还有一个，就是去年2025年4月的时候，不是就是那个什么川普在那个弄那个关税嘛，然后那个4月的时候不是股市有一个大跌，对，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说，不管是手上是买哪一种，你是个股啦，你是什么高股息 ETF， 你是市值型 ETF 的人。通通在哀嚎，就是股市一跌，然后看到那几天就是有跌成绿色的，那个都是跌停板的，大家都在抛股票这样子。但其实这个对我们退休以后，如果我说让顾好我的最后一桶金的话，其实在跌的时候去抛股票，你正好是卖在那个低点，那个就是一个最大的损伤。应该是要人退我进才对。对，应该是你就是做好这个，所以我书里面提到一个，就是说这个是在美国他们在讲到，比如说你退休以后、退休前后，你怎么样去因应那个股市的变化、股灾这一点，它有一个名词叫报酬顺序风险，就是说我股市本来应该是一直往上涨，就随着经济往上涨，可是那万一你正好你退休的时候倒过来先跌呢？那你要怎么去对？比如说假设，比如说有人来讲好了，我打算那个1000万我要退休，结果我好不容易存到快退休的前1-2年，我就快做到1000万了。对。结果这股市一跌，我剩下700万或500万。对，那好可怕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就不能退休啦。对。然后或者说，我已经准备好1000万，我就要退休了。结果一退休。明天就变成500万这样子。哦，这种更惨。对啊。前者还没退。你还可以就忍一忍，再工作几年这样子。但对，所以他们就这个叫报酬顺序风险，就是时不我与嘛，退休也会退休的不逢时。所以他们就有一个，我记得好像是德州科技大学的教授，他就提出一个这个方法，就是叫3桶金法。是。就是说，你其实呢，就是我们还是要长期投资啊，因为你要去，很多人就问我说，老师你什么时候要买，什么时候要卖？其实我们都不用去看那个时间点，因为你怎么知道川普什么时候会来搞这个？那你怎么知道说我们那一天觉得很惨的时候，他后来又说不那个关税要怎么 reverse？ 最近的黄金就是这样的。对啊，它可能又大跌，所以你其实我们就不要去猜那个时间点。最重要的话呢，就是控制你的资金的比例。所以比如说它这个3桶金法，就是说你股票还是很重要，然后不要因为它会大跌，你就不投资它。因为美国很多研究显示，其实呢最可怕的不是股灾，因为像比如说2008金融海啸的股灾，它可能几十年才会遇到一次那么惨的。然后你为了它你不去投资，你其实就错过了。对，很多像这几年股市涨那么多，一直在怕投资的人，他都不敢进。可是这个股票其实就是我们对抗通膨，还有万一我活太久一个很重要的工具。是最怕的其实不是股灾，最怕的其实是我们那种都没有感觉，每天在剥我们的那个血肉的那个叫通货膨胀。对，因为你慢慢的来，你会觉得还好，我都可以忍耐，我再省一点。可是你长期来说，那个才是侵蚀掉你的钱最
最重会伤最重的一个东西，所以就是股票还是要投资，而且你要长期投资。可是呢，你又怕它大跌，所以这时候你要有第一桶金跟第二桶金。是。所以老师的3桶金讲的分别是现金、债券跟股票嘛？对，说比如说还在上班还有收入啊，那可能就准备个6到12个月的这个，就是万一工作有什么变化，收入有什么改变的时候，你至少我还可以用那些现金去度过。对，就万一股市有变动的时候。或者说有些人可能会中年会失业啊，我之前有朋友跟我分享过，就是他也是一样跟我一样，到那个50几岁的时候，他觉得他以为工作很稳，结果后来没想到还被 lay off。可是那时候现金保存的不够，可是钱全部放在房子上面，那当然就会很紧张。所以那个现金还是要保留足够，你至少那几个月的时间，你赶快去想办法，去就是比如说房子会处理啦，或者等股票恢复。对，那中间那一桶就放的通常会放债券啊，就是介于股票跟那个现金的中间，就是让它虽然有些人会说，我钱放在那个债券上面，我像股票赚那么多，但是问题是说，就是说它是稳定的，它是稳定的，你还是要有一些那个稳定的东西在那边。是，所以那这个比例上，我当然知道每个人的比例是可以自己调的，可是有没有什么建议的一个比例呢？像比如说工作很稳定的人，现在还在上班的话，工作也很稳定的话，其实一般来说啊，你可能在30、40岁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个法则啊，就是从100或110去减你的年龄。那比如说假设今天有一个人是30岁好了，110减掉30，那可以有80% 放在股票。因为他可以承担，他可以承担，对，所以他可以反正他那个今天股市跌的我也不管，我就继续上班。OK， 所以他可以得到比较好的那个复利的效果。所以剩下的20%就是放现金。放现金。那我是觉得上班族可能不需要那么的着重债券的部分啊，因为还有工作，我自己本身就是一张债券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我自己会有每个月的那个固定的薪水进来嘛。那因为债券它在我们上班的时候，在累积你的退休金的时候，它比较不那么有利啦。太慢了。对，这个也是台湾人很多人犯的问题，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那个新闻报道都会说，这个什么009XX的这个债券 ETF 配息什么4%、5%、6%。对，我就发现很多上班族会把钱很多放在那个债券上，可是你这样子你就错过，比如说这几年股市很好啊，比如说你如果放在那个指数型的，或者说全球的股票 ETF，它其实涨得蛮多，可是因为你那个只是你为了领配息，可是你的本金有的甚至还亏损，对，所以不要放太上班族，我是觉得就拿自己当债券。这个建议非常实用。对，那个千万不要，你债券要投资一些就好，但是不要把那个主力放在那个成长性比较差。那等到快要进退休期的时候，那时候就我们真的就不能再冒很大的风险啊。像比如说，万一那个我的股票跌了50%，那我全部都在股票里面，铁定很惨这样子。对。可是我如果分配，比如说我股票假设有500万好了，那跌到剩下250万，我还有现金那些东西。对。然后通常那个股市跌啊，过不久它就会大涨，所以千万不要在那时候把股票卖掉。真的，所以第一桶跟第二桶就是你的底气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就是让你敢等下去，敢耗下去这样。是啊，所以像我自己在退休之后啊，我还是会放大概，我目前大概有将近60%是在股票。我还是会以股票为主。差不多啊，因为用那个110来减，差不多啦。我其实好像应该稍微再减速一点的嘛。不过，但是我可以理解，因为股票真的比较有趣，因为债券很 boring 嘛，定存当然更 boring。对对，因为主要是因为我自己也放比较多，我甚至债券跟我的现金的部分、定存的部分，就是比一般人肥大很多。因为我自己其实也很保守。是，所以我会变成那个两边比较肥大。像我现金，我目前都还有大概25%，我有在渐渐的降低它。OK。所以因为我现金那个利息很低啊，现在可能1点几%这样子，所以我就是用这个来平衡，就是我的那个现金比较多，所以我股票就暂时容许它多一点。那中间的债券我大概都占了20%。是。
那我相信退休人士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，那我应该要花多少钱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其实他明明已经很有钱了，他可能银行满是现金，他不敢花钱。那要怎么算呢？老师在书里面好像有教我们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我也是去跟美国人学的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整个那个，因为美国很多大学啦，或一些学者，或一些像美国晨星这种投资的机构，他们都会发布这种一个所谓的叫做提领率啊。就是你假设我们还是用整数举例，比如说今天有一个人有1000万，那他应该要花多少呢？他就是花其中的这个4%，这是一个最安全的这个底线啊。就是说，就是1000万的话，一年就是花40万。那比如说我如果花了50万或60万，这样就要小心啊，因为那个因为这个所谓的40万只是第1年嘛，那第2年，比如说通货膨胀变多了2% 的物价，那我第2年我变成要多个几千块啊，1万块来用，不然东西都变贵了嘛，我就会买不起那些东西。对，所以它其实是有考虑到这个，就是我每年物价40万是一直要每年都要乘通货膨胀率上去的，所以它为什么只能这么低？是这样。那其实比如说你这样去算它，就是我书里面后面有给大家一个工具啦，就是说其实你是花这个4%只是第1年，你可能到20-30年后你已经需要提到6%、7%了。对，所以就是要为了维持你的生活水准，所以你不要一开始的时候。第1年呢，就花了，比如说5%、6%啊，比如说就花了50万、60万、70万，那这样就会太快的，就是让你的这个退休金会变少嘛。太快，我可能就撑不到，因为他们研究这个4%法则是说，假设每个人退休以后是30年啊，比如说你今天60岁退休，你大概到90岁。那但是现在人都很长寿啊，所以有些人像我自己又更保守一点，我就没有花到。因为现在人真的动不动活到100岁。对啊，我婆婆90几，然后我们家的也是两边的长辈都很长寿，所以我自己就花3%啊。所以这个也是可以自己去调整。那当然，我前几天有遇到一个男生跟我说，他家的人都活到70几了，他不想要。那他是不是就可以比较他想要花快一点，因为他很怕他太早，对，花不了他存的那些钱也是一个遗憾。对啊，所以他没有花，比如说5-6%，他就是觉得他就花到4%，他不用跟我一样再往下减一点。是。对，那所以我们也要调查一下自己的家族平均年龄。对啊，对，其实也还是可以拿捏一下。然后他这4%并不是说你万一你，比如说有些人，我就有家有老小什么，花4%就不够啊。对。那你也不要太担心啊，就是说他这个是历史上你最安全的做法。对，最倒霉的人是1968年那个什么石油危机的时候，那些人呢，他们一退休就是物价涨很快，然后股市又在跌，对，所以那些人就只能花4%。对，但是不是其他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倒霉嘛？我如果退休的时候没有遇到那个状况，我可能花5%、6%也还可以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是尽量用这个标准去告诉自己差不多以这个目标，但是你万一花超过也不用觉得，就是觉得很糟糕这样子。是，老师你刚刚提到的那个3桶金的计划啊，您大概多久会重新检视，再平衡一下呢？我大概就是每年的，其实我每个月都在那个，因为我自己就弄了一个那个 Excel 表，我就把那些股价输入进去，我马上就知道我那个3桶金各有多少钱啊。我其实每个月都有看，但是我实际上做那个再平衡会在每年的年初，大概3-4月的时候。就是像比如说，我最近这几个月不是股市比较涨嘛？那我其实本来想要股票控制在50%到55%，那现在股市涨到60几这样子，那我可能就卖掉那个55% 跟60% 的差距，我就卖掉5% 的股票，然后我可能就是把它补回去第1桶金或第2桶金这样子，就是维持这个比例。它还是在我这个人的风险的可控的范围里面。理解。好，然后刚才我们跟节目开始前聊到了 AI 嘛，对不对？老师怎么看？就是说 AI 或者说这个 generic AI 这些对我们现在理财的帮助？其实我自己也还蛮常用的，一方面可能是我写书的关系啊。其实你可以像我觉得一般人在理财的时候，
最难的是什么？就是会觉得很有距离感。然后比如说我在讲的，你可能在某处看到一个东西，对，你不知道它对或不对，然后看到一个名词，你觉得好生疏。比如说我在讲什么4%提领率，有人可能就脑袋就已经转不过来，这样什么叫4%提领率？这不能怪嘛，因为我是金融业出来的，不是每个人。那其实你就去问 AI 啊，我要用4%提领率，然后我现在假设通货膨胀每年2%。然后你帮我算一下，我每年可以提领多少 ？OK， 其实都可以帮你算得出来，可以帮你做一个规划。对，他可能，但就是说你的那个 input 要精确啦。比如说你要跟他讲说你是投资了什么什么东西 ，OK， 他才会知道，因为每个人投资的东西不同。所以你大概就用这个，但当然我觉得 AI 有个问题，有时候他们真的会出错，它就是生成式的嘛。可以多问几个不同的 AI 工具。对，我都会这样做，就是 ChatGPT 问一次，然后 Gemini 问一次，然后两边再问。我有时候会跟那个 Gemini 说，ChatGPT 说这样哦，然后我有时候就问那个，对，教授，就好像跟两个人在讲话一样。多问几家这样。那我觉得不错，因为像我常常有读者问我一些也很基本的问题，比如说我说我投资全球股票 ETF，他们就会来问我去哪里投资，所以你看到我的那个。你传讯息给我那个脸书，我不是就有一个自动的，就是因为太多人来问我这个，那我感觉好像变成一个免投币答题机这样子，就来问说这就没头没尾的就来一句，这个可不可以买这样子？对，对，就是太基本的问题啦。其实我就会觉得太消耗我们这个人的时间了。那其实这个 AI 其实就可以帮大家就是做一些这种基本的，比如你问他说。全球股票 ETF VT 什么 VWRA 去哪里买？其实 AI 全部回答的比我好吧，他可能几乎帮你写了一篇文章。是。好，那所以啊，如果有朋友听完我们今天的分享之后呢，决定立刻要执行，那有什么是他们首先第一件要做的事情？我觉得第一件要做的是把那个你手上的那个投资工具啊。就是按照书里面讲的，什么是可以放在第一桶金？比如说有人问我美金的定存可不可以放第一桶金，然后我书里面就有讲可以或不可以，原因为什么？对，然后你就是把你的手上的工具把它填，或者有人问说我手上的储蓄险应该算第一桶还是第二桶金？你就先把它归类好，那你才会得到一个正确的比例。就很像我们那个人啊，我最近在用那个健康的 APP， 比如说我吃完那个。今天吃了什么？那个 APP 又帮我分析我的脂肪有多少，什么蛋白质吃了多少，那个什么那些淀粉吃了多少。对，你至少要把它归类类。然后盘点清楚。你不能把那个跟他随便乱讲那个淀粉，你把它归成蛋白质，那这样子给你的健康建议就整个是错误的。对，所以第一个是去归对类，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会啊，比如说。因为我们台湾人比较喜欢配息，就会觉得那个高股息 ETF 比较安全，所以他们觉得那个应该就是属于债券中间第二桶，但其实不是啊，因为那个像高股息 ETF 去年4月那个股灾，它也是跌停板，它还是算股票，它还是股票，所以呢还是要放第三桶。会有些人会没有注意到那个比例，就好像吃东西营养失衡一样，比如说他明明还在上班，应该要股票多一点，结果他投资了很多的债券。所以有人就会跟我说，老师，我弄完以后，我发现我的那个第二桶金好大这样子。对。然后我的那个可能就那个股票第三桶金的那个力道就不够。你可能现在大家都怕存不到退休金啊。对。那你如果发现你有这个状况，你应该要开始把一些钱挪去股票，不然你就会一直存退休金，一直遥遥无期。是的。好。那今天谢谢老师今天的分享。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如果有朋友想要从今天开始呢，认真的来打造自己的这个退休理财的这个开始建构哦。那除了您的书，当然这一本有钱到老后肯定是必读的啦。那除了您的书之外，可不可以再推荐几本书给我们看？好，这一本我后面就没写，我前2本书后面都有写一些书，像我最推荐的。有一点难读啦哈，但是像最必读的是那个什么《漫步华尔街》。对，这本。可是如果说你看不懂《漫步华尔街》，我觉得它还有一个简单版的，叫做
漫步华尔街的11条金律，几条金律我忘了，但是 OK， 就直接帮你整理出来重点。它就是这一本的薄的版，因为那个漫步华尔街里面写了很多那个莫基尔教授，他很多的这个他要告诉你为什么，所以他讲了很多理论。然后那个几条金律那个薄的那个版，他就直接告诉你结论，你应该怎么做，对，要买什么这样子。那我觉得这本很好。然后另外还有像。那个叫什么？他还有出一本叫那个什么投资的奥义啊，投资的奥义，我记得好像也是莫基尔教授写的，对啊，像这几本我觉得不错。然后另外，你如果讲到那个投资，最多人会讲那个什么投资金律啦，我觉得是说，如果你也很认真的想要去了解理财，也可以读投资金律。它第一本比较难，它最近前1-2年吧，它有再版。那一本后来有那个朋友跟我说，他终于看懂了那一版，第2版有变得比较容易一点。OK， 就是买那个新版，就没有其实没有那么困难。比如说那个什么投资金律的作者里面就有讲到一个，我觉得对台湾人也很重要。他就是说，你千万不要投资一个东西，就是你以为它是马上可以变现，你以为它是钱，结果它不是钱。比如说他投资，台湾人很多人会投资那个嘛，就是银行理专可能会推荐我们投资那个债券、公司债，然后持有到期，比如一堆啊什么苹果的 OK 啦，10年到期的对啦，因为有人还跟我讲了一个，那到2052年到期，我想这个太久了，活那么久吗？对啊，所以但像那个就是说，万一股灾来的时候，其实这种公司债也会跟着跌。然后那个作者就在书里面讲说，他那时候买的什么交生的啦。还有什么？就是那种美国很知名的品牌，他也觉得很安全嘛。对。就没想到他在2008金融海啸的时候，那个东西也跌，然后他很恐慌啊。那个他当那也很多年前，他也想要把它卖掉变现金，可是他后来他是不是卖不掉？因为那个市场其实没有那么流通。对，所以那一本我觉得就是你不要先入为主，觉得它好难哦。其实它里面有告诉我们一些那些故事。我觉得你听懂几个故事，你就很醒脑，你就不会去犯那个问题。是，太棒了，非常谢谢贤仁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。那谢谢希望对这本书呢，还有今天我们的分享都对你有帮助哦。加油 ，You can do it！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